在碰撞中想想，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乱撞？经得起白露为霜，受得住烈日灼伤，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似佳酿般惆怅，瞬间永恒中阳光。梦开始的地方，光芒万丈，跑得过月色微凉，跑不过星光边疆。愿你心中所想，乘风破浪。似火光般灿烂激昂，在碰撞中想想，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乱撞？经得起白露为霜，受得住烈日灼伤，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周总经理，您看一下，那一位一直跟我先生跳舞的女的是谁？吴小姐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也常听家父提到你。哇，请稍等。任老板，哎，不在意让我跟丽子小姐共舞一曲吧？当然可以。您夫人在那边等着你呢。吴小姐，是谁？杨导啊，好久没看到你了。今天的晚宴本来想请你参加，但是又怕打扰你的新生活，终究作罢了。不过你自己来了，周叔叔很高兴。是吗？周叔叔，我想你应该不高兴吧，因为你也讨厌我是吧？哎，周叔叔，以前你们都对我很好的，能给我买朱古力，送我漂亮的衣服，还会帮我检查作业。可是现在再也不会这样了，一切都变了。你爸爸的事情何止是影响你呀，丽子，大家念及你父亲过去辛勤工作，所以不太计较他的是非。但这并不代表他对我们大家没有伤害啊。可是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我的错吗？本来今天我暗暗的过来，是希望大家都能原谅我。可是我错了，大家都还是讨厌我。贪杯成这样，看可恶女士！今晚有他这样折腾，还有哪个老板会买户主一份股票？就是，他可真不行。都快点吧。您好。您是巨文皮革厂的施厂长是吗？您好，我是丽子小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凭什么在这会香槟？我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你，但我刚刚知道，
你就是吴知府的女儿。吴知府中饱私囊，畏罪自杀。户储银行的农业贷款就是因为他才会突然中断。我家乡父老被逼得跳河自尽，这都是吴知府造的孽。你作为他的女儿，不忏悔赎罪，还在这饮酒作乐，真是恬不知耻。李子，走。户储银行的农业贷款，在江浙两地42个乡村惠及600余户农民，这一点是吴知福先生力排众议所做的创举。我相信在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为何农业贷款中断，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心中自有答案。我们走。还疼吗？不疼了。一直，对不起，我的家事让你丢脸了。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婚姻？是因为你的父亲。你明明知道你要面对什么，但是你还是愿意忍受。而我之所以愿意和你一起去，是因为我做了同样的准备。丽子，其实对我真的没必要掩饰什么。户储银行农业贷款的事情你怎么知道？那些数字如此准确。龙吟钱庄之前想要开展农业贷款，所以我做了一些研究。在我面前，你也无需掩饰什么。张文全，你过来。你先回家，我不送你了。嗯。伯父，你还知道叫我伯父？你带来那个叫什么的女人，我整场的晚宴，所有的人力财力，都抵不过她的一记耳光，啊！对不起，伯父，我也没有想到他那么激动，还把程太太给打了。我明天还得跟程掌柜去赔不是。你认识程掌柜？嗯，我的制药厂就是程掌柜投资的呀。什么？你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说一声，啊？这么大的事情，我以为你肯定知道。哼，文全啊，文全，我才多久没有管你啊？你却连如此关键的事情都不跟我商量，真有你的。伯父，我都跟您说过好多次了，我想建制药厂，可是每次您都劝我打消这个主意，更别说出借我资金了。程掌柜对我的抱负很感兴趣，与我一拍即合，建厂之事这才启动。再说，最近您忙于户储募股，连我的建厂典礼都没空参加，我也就没有打扰您了。你请我参加你的建厂典礼，却只字不提龙吟钱庄注资，是程掌柜教你的吧？程掌柜怎么会教我这个？伯父，哪个钱庄注资重要吗？我好不容易建厂，您不为我高兴吗？哼，你呀你呀。我之所以了解户储银行的农业贷款，是因为看了这个。
陆教授，他希望我变得更了解你，更了解我。来渝考察已有1周，今日与丽兹通电，因我临时出差，错失其讲演。丽兹不满，扬言取消我为父资格，今后要与我称兄道弟。我们结婚那天，你放言说你自己不再是吴知府的女儿，你要摆脱过去。可是我知道你还惦记着过去，你坚信你父亲的清白，我也坚信。我坚信你父亲不是一个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的人。不用为了我说这种话。我不是为了你，而是你和你父亲真的很像。那天散步的时候，你跟我说，若是要帮助一个人，那就要看那个人向往什么，就帮他追求什么。你父亲在信里一次次跟陆教授提到，想来资本的最大公理，不是经营财富，而是支持有识之士追求理想，实现抱负。是你们让我豁然开朗。一个中饱私囊、贪污腐败的资本家，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我甚至还没有见过其他的金融业者这样的理解资本。看来陆教授把信给你，他给对了。是给对了。他如果没有给我这些信，我根本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你失去了胸襟那么开阔的父亲，脾气那么和善的母亲，你失去了你的家。丽丝，让我给你一个家。虽然我不知道这能不能替代你失去的过去，但起码能弥补。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一直，你的心我都了解。但是，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心急了。你早点休息吧，你去休息吧，我来收拾。般青涩，在繁华世间游荡。时间不曾改变它的模样，似溪水般清澈荡漾，永恒的无常中流浪。在钻石面前，谁不会心神荡漾？
似佳酿般惆怅，瞬间永恒中摇晃。梦开始的地方，光芒万丈，逃得过月色微凉，逃不过星光点将。愿你心中所想，乘风破浪，似火光般灿烂激昂，在碰撞中想象，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乱撞？经得起白露为霜，受得住烈日灼伤，想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似佳酿般惆怅，瞬间永恒中摇晃。梦开始的地方，光芒万丈，逃得过月色微凉，逃不过星光点将。愿你心中所想，乘风破浪，似火光般灿烂激昂，在碰撞中想象，在爱情面前，谁不是小鹿乱撞？经得起白露为霜，受得住烈日灼伤，将微醺时光，与爱的人分享。李斯，李斯，老爷早上好。哦，看到太太了吗？太太不在屋里休息吗？阿贵，早上看到太太出门了吗？哦，老爷，我给你准备早餐吧。好。李子，你后悔了？我出去买个早点。我以为你后悔了。那我们一起去。我们出来这么半天，也没有给王妈和阿贵打个招呼，他们会不会着急啊？你出门那么早，也没跟我说一声，怎么不好好着急？那什么？你感觉还好吗？啊，不是，我不是问你昨晚感觉过。我说你现在感觉好吗？吃那么多馄饨。
日子。程太太。周总经理，情况有变。翟老板和石厂长变卦了。是啊，翟老板说，冠丰地产需要资金回笼，购买股本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至于那个施厂长，我已经联系不到他本人了，都是他的秘书在接听电话。我问他股本的事儿什么时候能确定购买，他不给明话，只有托辞。言而无信，不买就不买，我还不卖给他们了。八成是吴丽姿搞的鬼。老焦，你去打听一下，弄清楚吴丽姿借的跳舞到底跟他们说了什么。是。等等，小部经理，吴丽姿有没有找过你呀？没有。真没有？哎呀，周总经理啊，我现在已是您的人了，即便他找我，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吴知否之死，跟我们也没关系啊。行，忙去吧。哎。文泉啊，不错啊！谢谢伯父。哎呀，井井有条，卓有成效啊！伯父，您这边请。好。文泉，当初劝你打消建厂的主意，是伯父失策了。伯父，您谦虚了。不是谦虚。身为你的长辈，我理当及时弥补，全力助推你的事业。这样，从现在起，你跟龙吟钱庄的关系可以终止了。这个制药厂所需的资本，今后均由我们户储银行负责。伯父，我跟龙吟钱庄的合作目前一切良好，无需终止啊。我知道伯父对我的支持，我心领了。但既然现在资本已经到位，我看就不用那么麻烦。我们这怎么是麻烦呢？这是最基本的伦常。我作为户储银行的总经理，不支持自己的亲侄儿，反而让你从别人手里去贷款，这合理吗？这叫别人怎么看我？怎么看户储银行？可是伯父，程掌柜对我识于微时，现在工厂效益正佳，理应回报。我若此时突然终止合作，岂不是忘恩负义啊？难道伯父我对你就没有恩，没有义呢？哪家账本啊？看得这么心花怒放的。这账目也不稀奇啊，是不是遇见什么喜事了？那你自己的活去。哎，这说来听听。程掌柜，我有急事跟你说。周班长，来坐。什么事情？
我想终止跟龙吟钱庄的合作。为什么？我是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影响了工厂吗？让你感到不愉快的，还是？我伯父决定用互储银行来投资制药厂。我给你赔个不是，我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我实在没有办法，春掌柜，对不起。等等，那看来这样，其实终止合作并非你的本意，对吗？那你为什么还要顺应你伯父的这种无理要求？春掌柜是不是觉得我很窝囊？但我对伯父说不出忤逆的话，更做不出忤逆的事。我能有今天，全靠伯父照料我的生活。父亲费劳已久，家里为了给他治病，根本毫无积蓄，一直是由伯父承担我的学杂费用。没有伯父，我早就该辍学了，更别说考入沪海大学化学系，让我一技之长。明白。你尊重你的伯父，你敬爱他，所以你不忍让他的期许落空。其实，伯父对我的事业不如程掌柜这般看好，对我的理想也不像您这般理解。但伯父鲜少对我提出要求，这一次，我不能不遵照他的意思。你的难处我理解，这一次是特殊情况，不准许你的行程。但是任何贷款偿款应以契约为重，否则我们龙吟钱庄也无立足之地。按照契约，任何一方想要提前终止合作，必须按照条款给予对方的损失以赔偿，而且要留足15天的时间给对方准备账目，撤资离开。你可以接受吗？这很合理，我接受。好。程掌柜，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当然。До свидания。До свидания。你今天不太一样啊。我怎么不太一样了？不是衣服，是人，人不一样。我哪儿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太一样。哎，好了，别扯闲篇了。你帮我打听了没有？据闻皮革施厂长还有冠丰地产的翟老板，他们有没有买互储银行的股本？一股都没买。不过我很好奇啊，你是怎么可能在周光显眼皮底下让他们改变主意的？是周光显自己漏洞百出，募集股本，承诺分红，条件很丰厚。可是却要求这些准股东们未来一概放弃对银行事务的投票权。我根本都不需要说什么，我只用随便的问一句：万一周叔叔和我父亲一样，怎么办？釜底抽薪，难怪他们要打退堂鼓。不过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奇怪，施厂长和翟老板愿意出资购股，那是因为互储银行盈余增长稳定，确实有利可图。可是我父亲出事儿以后，互储银行根本就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周光显盈余从哪儿来？利润从哪儿图？你是想说，
周光潜有可能用银行的资本介入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买卖，而且我爸爸一定知道这个买卖的秘密，所以才有了焦伯中说的那盒胶卷。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清楚，那盒胶卷到底在谁的手上？你之前让我查程一志，我查到了。他和周光显之间有瓜葛。程一志刚刚放了一大笔款，给沪海大学的一个化学系讲师开办药厂。这个讲师叫周文全，是周光显的侄子。这沪楚银行不是明摆着抢劫吗？啊，我们给周文全建的厂，好不容易有效益了，他要一把拿走了，他凭什么呀？就凭他是周文全的伯父，对他有养育之恩，那也是霸道，无耻。与其在这骂骂咧咧啊，你不如去好好想想，这周光显当总经理不是第一天吗？关于投资和放款的规矩他都懂，可是他宁肯破了规矩，也非得要把这文全制药厂纳入沪楚银行的旗下。你说这是为什么？这会不会是这沪楚银行募股不顺利，然后他们想借着文全制药厂这张王牌，让这些投资者们多点兴趣，多点信心？这或许是一种可能。但你不要忘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点：周文全是复明剂的发明者，而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查清楚这复明剂是怎么在暗地里生产和流通的。你是怀疑周光显？委托周文全制造止痛剂的是周永安医师，你知道他是谁吗？周光显之子。所以周光显发现商机并非不可能，而且他如此把持周文全，态度十分让人可疑。我们要趁他还没有开始防备，就把这事查清楚。所以你选择了主动撤资，让他们掉以轻心啊？跟我走一趟吧。一志，饿了吗？以前我爸爸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准备夜宵。你手怎么这么凉啊？要不要给你添件衣服？能请程太太给我披上。披上怎么行呢？得穿上。哦。还得捂得严严实实的。哎呀，怎么了？眼睛好像进东西了。啊？我给你看看。干嘛啊？喜欢你。不是我吗？杨回来，把那贩子逮住了。据他交代说，是在卡德路可颂洋行后门拿货。我昨天去了，我蹲到夜里2点钟都没有汽车经过。还有，那贩子还说，这货款是交到编号4407的信箱里面。我昨天也派人去了，搁在里边的钞票一直没有人来拿。
意料之中，各大帮派查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查出对付主谋，足以见其谨慎警惕。现在这每条线索都没有收获，这15天怕是不够啊。所以我们要改变思路，用倒推之法。如果现在已经确认周光显有贩毒的习惯，而且从中获利，那我们就需要想一想，户储银行一定会把贩毒的利润修整为合法合理的收入给股东做交代。我明白了，就像大老爷把必勋路的厂子的利益划进钱庄一样。外表裹得足够严严实实，但只要扒开外衣，就可以瞧见其中的名堂。您好，在下毛复新，天津华彩地毯厂财务，上海陈总经理的朋友。他介绍我来跟您请教一下这户储银行股本的事情。这是我的名片。哦，焦伯仲曾经在天津任职半年，所以他也一定会自诩比普通人更懂天津商业，他可能会考虑。久仰华彩地毯公司大名。哎呦，华彩地毯，久仰久仰啊！哎呀，你们最近和晚季羊毛公司还有合作吗？然后你先要假装故作惊讶。焦副经理还知道晚季羊毛公司？然后你再要假装深沉。哎，我们华彩地毯已经与晚季羊毛公司断交好几年了。您知道晚季羊毛？当然知道了。哎，我们呀，已经断交好几年了。这晚季羊毛依次充好，早已不是当时那个深圳华北的地毯公司了。这天津的地毯生意啊，不好做呀。这不，我们这南下来投资，正好这上海的市场活跃嘛。毛先生所言极是啊，只是不知道贵厂打算用什么形式与我们户储银行购买多少股本呢？这个嘛，这就得看，贵银行的利润了。啊，我们毕竟是天津来的，这边也人生地不熟。这若是焦副经理能够开放一些账目，哎呀，毛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您是希望我们开放一些账目文件？哎，这个就得请毛先生见谅了。我们户储银行所有账目的文件都必须通过董事会集体决议，才能对外公布啊。所以您这个要求，哦，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向毛先生保证，我们户储银行的利润是相当丰厚的，绝对不会辜负贵厂的期望。焦副经理啊，你这就让我有些为难了。我这次啊来的匆忙，这明天就要离户了。我这要是一点消息都带不回去，怕是没法跟上面交代啊。焦副经理，要不您好歹让我看看这户储银行究竟有哪些放款，大体有哪些利润，我这回去也好交差，不是吗？毛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您稍等啊。毛先生，您请过目。哎，别说你这撮胡子粘还挺怎么回事呢？别提了，杨总，
这差点露馅了吧？说没露馅吗？说说怎么样？还没看过，我看多了。只不过看了那简易的利润报表，我记得前5是威风冶金厂、衡山地产公司、福满堂米粮油公司、利可棉纺织2厂、三河水泥厂。你确定顺序没搞错？你确定？福满堂一家米粮油公司利润比堂堂的三河水泥厂要高。松江薄道2担，成塘薄道3担，青浦薄道怎么才要了1担呢？葛老板，张记年糕跟您拿货，那要的可都是上好的薄道。我建议您啊，还是拿2担青浦比较保险。行，林老板就这么定了。那我给您记上啊。好了，到此了。葛老板慢走。好。程掌柜，哎，请。陈掌柜，今儿个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林老板，您才是风。我有件要事相求。请问你们这儿无锡白金什么价格啊？我想订个20担应个急。抱歉，本公司一律不接急单，凡订购货品均需在25日至40日发出。订个米需要那么长时间吗？别的米庄顶多也就是10天啊。那先生，不如您去别家看看。小慧姐，你这么说话是要赶客啊？你是不想做生意了是吧？什么事？哦，经理，这位先生他想订米，说急需。2位先生，请问2位先生想订什么米？我们想订20担无锡白金。啊，请稍等，我查阅一下库存。抱歉，无锡白金无库存。同里白金呢？同里白金总有吧？抱歉，同里白金亦无库存。同里白金也没有。常熟一次青呢？抱歉，无库存。怎么都没有库存呢？我们福满堂进货讲究精益求精，从无滞销，供不应求，库存短缺也是常见现象。就算旁的都没有，北浦白金总该有了吧？抱歉，无库存。陈掌柜，咱们走吧。多谢。哎，李老板，你如何看待这家福满堂？他们的生意真的能够好的全部推销吗？我不认为他们是生意好，而是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像是做生意的。此话怎讲？你想，我问的无锡白金、同里白金，还有常熟一次青，这些都是市面上非常常见的米，可他们却说没有库存，这换成任何一家米庄都是匪夷所思的。所以啊，我就留了个心眼，问那个经理有没有北浦白金。他们查了库存说没有。问题就在这儿啊，有种米叫北坎破金，还有种米叫周浦白金。我打小啊就在米堆里长大，整个上海市从来就没有一种米叫做北浦白金米，那个名字啊是我姓胡编的。刘老板，你真是帮了我大忙。
芝，热水烧好了，快去泡个澡。好。可以为先生搓背吗？开个玩笑。快去啊！被掩埋的秘密，终究还是浮出了水面。原来那卷底片与周光贤有关，与毒品有关。程一志丝毫没有感到轻松，他深知任何秘密的揭露，都可能牵扯旧日的隐患，制造新的危险。他不能让丽兹走进这个秘密。怎么了？还在想你爸爸的事情吗？丽子，我会替他找寻，还他清白。这件事，我会帮你做。怎么说起这个了？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程掌柜今天来，一定是为了犬只开制药厂之事。此事的确是有些冒昧，但我愿意按照契约所述，赔付龙吟钱庄损失。希望咱们两家不要伤了和气。啊，郑总经理，您的职业素养果然是名不虚传。只是我今天来呢，并非打算把文犬制药厂拱手让给您。窃取侄儿的止痛口服剂配方，私制毒品复命剂，您这个伯父不简单。程掌柜，你在说什么？什么配方？什么复命剂？周总经理，我没空在这儿和你虚与委蛇。难道您自己心里不清楚，您利用福满堂米粮油公司清洗的利润还少吗？就算您还不承认，那我可以去通知工部局的理查逊税官，对于这家福满堂米粮油公司进行审查。他一定会很好奇，一家米粮油公司如何能做到闷声发大财，而且居然在发财之后，有很多的税款没有交。程掌柜，你是不是小看了我在公共租界的话语权？工部局的理查逊税官，你对他会比我对他更熟吗？周总经理，你得罪的可不只是公共租界哦。复命剂严重的挤压鸦片市场，各大帮派对于复命剂背后的主谋早就已经忍无可忍。而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难设想了。看来我周某人已是你的掌中之物了。要杀要剐，随你处置。周总经理，我并不打算将您与复命剂的渊源告知第三者，包括您的侄儿周文全。但是我要求您立即卸任户储银行的总经理，从此以后不再与毒品有任何的瓜葛，并且您要为前任的总经理吴知府恢复声誉。你是为了吴丽姿而来？不然我为了谁？是您害得他招致杀身之祸，您理应为他还一个清白。当然应该，但你不怀疑是我，
谋害他父亲。号外号外！申报号外！户主银行出事了！号外号外！申报号外！户主银行出事了！号外号外！户主银行出大事了！看看这个大新闻！申报号外！户主银行出事了！谋害他父亲，哼，你不敢。一个大银行的总经理突然暴毙身亡，引发储户挤兑，导致股东撤资，这对你们的灰色勾当毫无益处，你也承担不起这个结果。于是你就愿意放过我？我不愿意，但是我必须保存您的颜面。户储银行本来就元气大伤，如果再爆出惊天丑闻，势必倒闭。可怜的储户无辜，他们的血本该怎么算？你倒不愧是吴志福的女婿。我就当做周总经理您在夸赞我。另外，我并不打算终止与文泉制药厂的合作，请您现在给周文泉打电话，收回此前对他下的命令。这我不能答应。为何？你真的不知道吴志福是怎么死的？莫非您知道？陈掌柜，不要让我的侄儿跟波斯红、滇川香扯上关系。总经理，快，你看，申报刚出的号外，说我们户储银行秘制毒品复命剂啊，而且还提到您了，说您就是主使啊。你看，在这儿。小贝怎么了？户储银行总经理周光显涉嫌制毒贩毒，现由检验处立刻羁押，等待审判。请跟我们走一趟吧。长官，这我们调查周光显制贩复命剂之事，你可向别人走漏了风声。你还不知道吗？你不让我说的，我从来不说。哎，掌柜的，我发现这除了我们，好像户储银行他自己也在查呀。我看这报上不光把这周光显制毒洗钱的事情抖得一干二净，还给前任总经理吴志福平反了。你这是干嘛呀？当然是给你嫂子报喜了，她爹清白了。是，这嫂子知道了一定高兴。一志，饿了吗？以前我爸爸工作到很晚的时候，我都会给他准备夜宵。阿贵啊，你也跟着王妈过去吧，该买的东西啊，别都忘了啊。好的，太太。啊，还有王妈，你啊去那个宁波的汤圆店里面买一块年糕。一直你回来了。好的，那我们快去吧，老爷。快去吧。这么早就回来了，你是不是看申报了？他们给我爸爸平反了，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我刚刚呢让王妈去帮我买了一瓶10年陈太雕，我今天想喝一杯。你怎么了？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我书房里的东西
是不是你动的？是不是你拿去给了申报的记者？是。我做错了吗？一直不是你跟我说，你要帮我吗？你要替我爸爸昭雪，要帮他恢复名誉。是，我是这么说过。我是不是还说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做？可是你做和我做有什么区别呀？我们不是在一起的吗？我们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呢？好了，一直我知道我错了，以后呢我不这样了，什么事情我都提前告诉你，好不好？不要再跟我生气了，好吗？李斯，你把我当什么了？你说看上哪句啊？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程一志，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刚才口口声声说都是真心对我的，那你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做？你明明知道周光显制造贩卖复命剂，你也明明知道他利用米粮油公司清洗利润，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做。我每天都在等你圣旨，哪怕你有一点点的动静，可是你什么都没有做。在做，我正准备做，以我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像你那样粗暴鲁莽。你让申报发表号外，只会让户主银行万劫不复。户主银行可是你父亲的心血。我爸爸死的那一天，户主银行就跟着死了，挂金融之名，行犯罪之实。这样的银行，活该万劫不复。程一志，不要拿他当借口。你自己心里清楚，你为什么包庇周光显？我包庇周光显？你刚给周文全讲师放了巨款，盖了药厂，你怎么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拉他的伯父下马呀？你不会的。你选择做这样的一个恶人，对你来说损失太惨重了。调查我，李斯，你不信任我，我可以打我。如果刚才你不对我兴师问罪，我会相信你。恰恰是程一志兴师问罪的反应，让李子措手不及。但凡他有一点心虚，也不敢这样愤怒。难道是自己看错了、误会了、着急了？如果给了程一志多一些时间，他真会兑现对他的承诺吗？冯老板，怎么是您呀？我黄某能当选总商会会董，全得益于您冯秘书。今天在此，特地向你致谢。那也不需要假借程一志的名义吧？哈哈，人贵有自知之明。
若黄某今天以自己的名义邀请您，冯秘书未必肯来。不过，作为程一之的长辈，我代他先跟您赔个不是。黄老板此话何意啊？你冯秘书素不与我往来，却能鼎力支持，可足见您对程一之的赏识。程一之这孩子年纪轻，经验尚浅，也涉世未深，他恐怕根本不知道您对他的赏识价值几何，甚至根本不清楚这赏识当涌泉相报。户储银行倒闭，正是程一之所担心的。周光显固然咎由自取，但他意味深长的话，始终萦绕程一之心头。不思红，边川巷，周光显究竟在暗示什么呢？这北伐已经有些时日。今年国民政府宣称要关税自主，还在财政部下设关务署，一心要接管海关事务。您冯秘书在海关总税务司，对此动向一定知晓，恐怕不愿意坐以待毙了。黄老板此话是暗示我大势已去？黄某岂敢？纵然国民政府宣称要关税自主，可眼下这关税还是把持在国际银行业委员会手中，这说明海关总税务司大势仍在，您冯秘书权力依然呢。只是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你也心知肚明。我想你也会有所筹谋吧。黄老板请讲。您在海关总税务司身居高位，其税务经验之丰富，人际关系之缜密，无一不是北伐军所看重。若能把握好时机，跃入国民党内，其仕途前景不可估量。怎么，黄老板，这是要替程一之还我人情了？我与程一之亲同父子，他关照不到的地方，我黄某自然要给他补齐。我们一起为冯秘书效劳，其效果岂不更佳？好，难怪程一之灵光啊，原来是黄老板啊，调教有方。来，冯秘书，事不宜迟。周厂长，周厂长，程掌柜，走。伯父的事情，心里很难受吧？都是我害了他。伯父一手栽培我，希望我学商科，但我一意孤行念了化学，现在又因为造了止痛剂，给他招来横祸，都是我害了他。不是你，
害他的另有他人。周总经理身为上海知名银行家，这次竟然漠视职业操守，罔顾伦理道德，将你制作的药剂当作毒品来贩卖牟利，如此大的反差令人惊讶。我不知他平时都与什么样的人接触，是否受了他人的影响？伯父他交往的都是些绅士大儒啊。他有接触帮派吗？伯父对帮派厌恶透顶，说他们都是没脑子的刽子手。可是最近金融界一直有传闻，周总经理和波斯红还有滇川香有关，你知道吗？波斯红和滇川香是什么？鸦片。看来周总经理和毒品的渊源似乎并不短。程掌柜，我伯父会被判死刑吗？风明记的危害你我都清楚，没有理由从轻发布。周厂长，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文犬制药厂的资金该怎么办。伯父终于肯支持我的理想，还让户储银行给我放款。虽说叫我措手不及，但我心里总归有些安慰。没想到现在就成了这样。文犬制药厂与户储银行的合作尚未展开，与龙吟钱庄终止合作的契约也尚未生效。程掌柜，龙吟钱庄仍然是你坚实的后盾。我都放弃你了，你却还肯收容我。欢迎回家。已经是晚饭时间，如果没有对丽兹兴师问罪，今天的晚饭将其乐融融。甚至像丽兹说的，他们还会一起喝上一坛10年陈台调。如果在几个月前，这足可令程一之满足，但现在他触摸过丽兹的真实，任何掺杂了虚伪的情感，他都不会再要了。掌柜呢？小人呢？这是我们静安分号同仁一起送给嫂子的，打开看看。这次嫂子她爹陈元得血，我们也想添加点喜庆。啊，那我收下了。我代他谢谢你们。怎么样？这项链好看吗？是我们那小护士挑的。她说呀，就适合嫂子这样的大小姐。你什么时候又认识了一小护士？那当时不是查复明记吗？然后不是去那仁安药堂，这一来二往的，不就熟悉了吗？对，连瓜子，复明记这事儿没算完，有个事儿你还得接着查。老板，大钩丝有的卖吗？1饼20，半饼12。我要1000饼，后天下午拿货。给不了。怎么？看不上我们武汉呆子帮？呆子帮的名称，我当然听过。这个大波斯也不是能随便卖的。把这波从找过来。
这一件饼可不是小数目啊！每天市面上卖的何止几万个饼，什么大波斯、小波斯、土波斯、洋波斯，他们管得过来吗？要货量大，时间又紧，万一……哥哥，你卖，3000先拿着，到货之后13000。好说，好说。恭喜丽兹小姐大仇得报，打扰一下哦。哎，你怎么了？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他回来，拿报纸跟我对峙。哎，你就哄哄他吧。他是真的生气了。明明就是他，有情报都不拿出来共享，还有脸生气？我在想，我是不是误会他了？如果我不披露给申报，他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那你们俩现在是冷战？何必呢？好好谈谈吧啊！你看了，现在周光显呢已经帮我找到周光显。禁烟处羁押了周光显，但是把他转移到了一个密闭的地方。我需要知道那个地方，我要见到周光显。丽子，周光显现在就是丧家之犬，他已经没有还手之力了，有什么必要再见他一下？你该不会是想亲手？查理，你是聪明人，难道你真的认为是周光显杀了我父亲吗？富储银行资本紧张，是总经理身亡暴毙必然的结果。周光显一定能预料到，但他还在努力地收拾局面，四处筹集资金。这就说明我父亲的死，他并不想看到。四处筹集资金找钱，很有可能只是为了扩大制毒规模，谋取暴利。这也是蹊跷。周光显如果真的想要谋取暴利，为什么要选择制毒贩毒？鸦片利益向来就是为帮派所看重的，外人掺和进来，很容易招致杀身之祸。这不是一门好做的生意。周光显能走上这条路，一定是有高人在牵引。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高人才是真正的凶手？这大西洋连月疲软，你是俱乐部话事人，理当想想办法。老爷，雷子有些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进来说。老爷，自从碧勋路赌场开业以来，大西洋业绩就不复往前。我想这是因为两家俱乐部风格近似，对顾客形成争夺之势，以致内耗。不知老爷可否考虑增加两个俱乐部之间的差异？在理，照你说的做。是。雷子，老爷还有什么吩咐？今后有任何想法，但说无妨。我还是那句话，你是老人了，你要是觉得我没把你搁在心上，那就是你自己把心思想歪了。老爷，你不明白，为何你先查出复命剂乃周文全所造，我还让程一志去给他放款鉴查？老爷，此事雷子不懂。今后你是要做大事的人，眼窝子不能浅了。有句话叫做先礼后兵，对周文全就当如此，知道吗？雷子懂了。好了，时候不早了，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我们也久未一起用餐了。哎，老爷太太，这个汤要趁热喝啊。王妈，我吃好了。啊。我也吃好了，老板。哎，你们先回去，我去找老板。哎，往那边走。各位街坊邻居，到年边了，家里有困难揭不开锅的，都不用害怕。我们龙鹰钱庄特意为大家备了米粮油，而且我们黄老爷说了，绝对管够。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管双份。慢点，慢点，慢一点。哎。谢谢。程一直听不见他们交流什么，可他看得出，雷大明正在把手下方才汇报的情况添油加醋向老爷邀功。程一直实在不愿相信波斯红竟和老爷有关，可能是自己多心了，可能他们说的根本不是波斯红，但老爷点头的神态让这个可能微乎其微。王妈，哎，老爷。啊，王妈，太太去哪儿了？太太刚才打电话说和宋太太他们在一品乡搓麻将，宋太太不让她走，估计要打到后半夜了。好，王妈你去休息吧。哎，好。陈掌柜，总商会上的插曲您听说了吗？黄老板在总商会上为我致辞，居然公开预祝我研制抗狼药成功。哎呀，大庭广众之下引得议论纷纷。这个极易忽视的细节，让程一之脊背发冷，毛骨悚然。他突然有了恐怖的猜想：老爷根本不打算与周文全交朋友。即便恩准为周文全放款设厂，也根本不是为了制药。周文全正在危险之中。好，下课。益智。上次我去您家做客，您对我也是很不客气。可是直到现在，我才想明白您当时的用意。我好像确实误入歧途了，而且不光自己走错了，还把别人也带进了深渊。我不知道
该怎么办？你很懊恼，却无法决定该如何补救，对吗？虽然你没有对我和盘托出，但我大致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对此，我只有一个建议：希望你不要在歧途中寻找宽宥。既然知道那是歧途，那就应该正视现实，重新出发。也许你会觉得十分的艰难，但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你有这样的勇气，你一定能弥补自己的过失。明白。周厂长，如果现在要整理药厂的全部账目文件，大概需要多久？整理账目？文泉制药厂必须尽快交割与龙吟钱庄的全部债务。如果你放心，我会找其他机构继续为你放款。程掌柜，是不是我在实验方面投入的利润太多了？可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具有抗菌效果了。周厂长，我把药厂挪出龙吟钱庄，绝不是因为药厂的人口不妥。这决定背后的原因，我现在实在是不方便告诉你。但请你相信我，我做这个决定绝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药厂好。所以你尽快审一下这个合同。我希望你。南姐要你立刻回公馆，大老爷中枪了。周厂长，你尽快。好，走。老爷，老爷，乱什么？兰姐，兰姐。现在吵吵，早干嘛去了？我要给老爷报仇！站住！我让你去了吗？兰姐，老爷怎么样了？都给我听好了，老爷的伤无大碍，但是需要静养几天。这段日子，你们各自办好自己的差，爪子给我放亮了，嘴给我闭紧了。老爷受伤这事儿，不能走漏风声。要是谁给我办砸了，别怪我廖兰不客气。是，兰姐。散了。太太，程掌柜夫妇来了。兰姐，快进来。老爷在屋里。老爷，包扎好了，您好好休息。下去吧。老爷。老爷，老爷，让我把那罗仁谷宰了。罗将军，罗将军，他他妈就是个疯子！老爷，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亲手宰了他。不出3天，你就让别人给宰了。把枪放下。老爷，罗将军为何对您动手？你他妈还叫他罗将军？罗将军从属直系，帐下的仪中商社，口碑极好。罗将军并非无能无礼之人，做出如此激烈之行为，不知是否存在什么误会？程一之，你说的什么话？感情到罗仁谷是什么好鸟了？既有我不便探听之事，老爷恕我回避。的确，
赶紧随时吩咐，梅子就在楼下候着。迷人的音符穿堂而过，千万种孤独喃喃入库，平静的海面迷雾秩序平铺，巨大而深深的虚无，动人的孤独平行错落，两颗心各自独舞，偃旗息鼓，热闹的舞台，命运随即画出偶尔会交叉的弧。这么多错过在等我，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个，伤心的歌我不想听，讨好的事我不会做，别再借命运的手折磨我。所有的过错都在我，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个，反驳的话我不想说，莫名的错我都认了，别再用爱情的口吻捉弄我。